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认识一个动物，但在正式开始之前，我想先给你还原一个场景，你先别急着猜是谁。你看，非洲草原上有人拍到过这样一幕，一条眼镜蛇发现了一只小动物，扑上去一口咬在它身上，那只小动物当场倒地，身体慢慢软下去，躺在草地上一动不动。到这里，你以为故事结束了，对吧？正常情况下，确实应该结束了，但20分钟之后，那只小动物自己爬起来了。你注意，不是挣扎了2下又趴回去，是真的站起来了，转过头把地上那条眼镜蛇完完整整的吃进了肚子里。你想想这个画面，被眼镜蛇咬倒，在草地上躺了整整20分钟，然后自己爬起来，把蛇吃了，就好像那一口只是让它打了个盹儿。蛇毒算什么？你说这正常吗？搁你身上，你敢想象吗？这不是特效，也不是剪辑，是野外真实拍到的记录。你知道被眼镜蛇咬倒之后还能自己活过来的动物本来就不多，活过来之后还把那条蛇当饭吃的，地球上就这么一种，这家伙叫蜜獾，网上给它起了个外号，你没准也听过，平头哥。他凭什么能干出这种事儿？你有没有想过？今天咱就好好聊一聊，这个看起来不太起眼的小家伙，到底凭什么这么狂？说到不起眼，这话还真不夸张。你要是第一次见到蜜獾，多半猜不出这东西有多大来头。体重一般在6到9公斤，公的比母的重一些，最大的雄性也就9公斤出头，跟你家养的中等体型柴犬差不多。有时候甚至比某些胖宠物狗还轻，体长将近1米，但那是算上尾巴，主体就是一个圆滚滚的小躯干，腿不长，走路摇摇摆摆的。你第一眼看到，大概率会觉得这东西有点憨，说不定还有点萌。你说这个样子跟地球最无畏动物这几个字能搭上边儿？外形上，背部是灰白色，肚子内侧是深黑色，头顶又宽又扁，特别平。平头哥这个外号就是这么来的。你别看名字起得随意，这头确实有点东西，宽阔平实，眼睛还特别小，看着好像没什么存在感，但就是这张平头大脸往那儿一摆，莫名有种我这辈子没服过谁的气场。你说奇不奇怪？你要是在动物园见到一只，可能会觉得这东西跟旁边那些大型猛兽放在一起，显得格格不入，活像走错了片场。顺带一提，蜜獾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你可能会好奇，这东西特别爱吃蜂蜜，整个蜂巢连蜜，连幼虫，连蜂蜡全部一起解决，就冲着里面那点甜的，连蜂蜡都不放过。你说它有多爱吃？而那个爱好，后来还带来了一段让人看了忍不住笑的跨物种合作。咱们后面单独聊。好，现在说它住在哪儿，这才是重点。蜜獾分布在非洲大部分地区，以及中东和南亚一带。你对这些地方有点印象，就知道是什么氛围。眼镜蛇、蟒蛇、蜂群、猎狗、花豹，随便拎一个出来，都够普通动物受一壶的。这是每天都在真实运转的丛林法则。你要是住那儿，大概1天都撑不了。而蜜獾就住在这里，世代住在这里，不是误闯进来的，也没有任何要搬走的迹象。你想想，一个体重不到10公斤的动物，在这种地方安家落户，还活得好好的，这本身就已经是个大问号了。你猜结果，它不只是活着，还成了那片土地上其他动物最不想招惹的存在之一。你知道，蜜獾还是独居动物，一只成年雄性的活动范围可以超过200平方公里，在这么大的地盘里巡逻觅食，面对各种遭遇全靠自己，没有同伴。这就更能解释为什么它必须进化出这套应对一切的能力。没有帮手的时候，就只能让自己成为那个不好对付的。你说这是不是逼出来的？不是随便说说，是有官方认证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给了蜜獾一个正式评定，地球上最无畏的动物。你注意，
这不是网络外号，不是哪个博主随手封的，也不是流行一阵就消失的搞笑标签，是吉尼斯官方白纸黑字写进记录册的认定。评定依据也不复杂，遇到任何对手从不主动退场，而且他的对手名单里你随便挑一项放在其他动物身上都是有去无回的局面。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看起来不过是只中型犬大小的家伙，是凭什么站上这个位置的？你可能会说，也许是因为他生活的地方，那些猛兽还没认真对付过他，也许是运气好，一直没遇上真正的麻烦。但这个解释站不住脚，因为蜜獾的分布范围相当广，几千万年来一直住在毒蛇和大型猫科动物的地盘上，运气解释不了这件事。答案藏在它身体里，藏在几个真正离谱的设计里。先从它跟毒蛇之间那段关系说起。说到毒蛇，咱先不急着讲原理，先给你说一个数字。蜜獾的食谱里有大约 25% 是毒蛇。你没听错，4口食物里有1口是毒蛇，包括眼镜蛇、蝰蛇、蟒蛇这些级别的。你说这是偶尔运气好撞上一条？不是，是日常操作，就好像你我每周固定有那么几顿饭。对蜜獾来说，那几顿饭就是毒蛇。再正常不过的是，你可能好奇它是怎么捕蛇的，是埋伏着等，还是趁蛇睡着偷袭？都不是。你来看，它是主动靠过去的。还原一下这个场景，蜜獾嗅到了一条眼镜蛇的气味，径直走过去。眼镜蛇发现了它，立刻竖起上半身，摆出警告姿态，脖颈展开，意思是别过来，我有毒。但你看蜜獾不退，继续往前逼近，再逼近，眼镜蛇扑过来咬了它一口。正常情况下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对吧？但蜜獾没有倒下，它继续缠斗，把蛇的注意力和体力消耗干净，然后咬住舌头，结束战斗，开始吃蛇。你说这叫吃饭还是叫打架？蜜獾的答案大概是有区别吗？不过你得知道一个真实发生过的情况，它有时候确实会在被咬之后昏过去，不是装的，是真的倒下一动不动。毒素在发挥作用，它的抗毒能力很强，但不是完全屏蔽蛇毒，还是能让它陷入短暂昏迷。但你猜怎么着？大概20分钟左右，它自己醒了过来，然后它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刚才那条蛇吃完。你想想这画面，昏死在地上，自己苏醒，继续吃蛇，中间那段就好像只是饭前打了个盹儿，醒来接着干。也很难用顽强来形容这件事，因为那个词有点太用力了。蜜獾干这件事的样子就是不把这当回事，吃饭而已。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它被咬昏过去之后，那条蛇其实是有机会跑的，但现场记录里那条蛇大多数时候并没有逃走，因为蜜獾咬的是要害，那条蛇自己也撑不太住了，所以等蜜獾醒来，蛇还在原地。这顿饭继续，你说从容不从容？你可能还想问，这种事是偶尔发生的，还是每次捕蛇都这样？答案是每次都可能这样。蜜獾早就默认了这个流程，被咬昏过去，醒来继续吃。它没有任何一次因为被咬就放弃，因为对它来说，这不叫遭遇危险，这叫饭桌上的一个小插曲。还有一点你可能好奇，蜜獾吃蛇习惯从哪里开始吃？野外观察记录显示，它通常从头部开始，第一口就奔着要害，这样能尽快让蛇失去反击能力，后面吃起来才省事儿。你说这是本能还是学来的？目前没有定论，但这个习惯在蜜獾个体之间相当一致。研究者普遍认为，这不是随机的选择。你想想，一个动物吃饭的时候还在考虑怎么减少风险，这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一些事情了。那你现在可能要问了，毒蛇的毒是真的毒吧？这个你不能否认，眼镜蛇那一口足以让很多大型动物一命呜呼。那蜜獾为什么不死？它的身体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让这口毒变成了睡一觉就能过去的事？答案是一个发生在基因层面的事。
有点技术，但你用一个比喻就能想明白。大多数毒蛇的神经毒素是这么运作的：蛇毒进入血液之后，会去找肌肉细胞上一种叫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的东西，然后插进去堵住它，让肌肉没法正常接收信号，最终导致瘫痪。就是这么个流程。你可以想象一把锁，蛇毒就是那把钥匙，是为这把锁量身定制的，插进去就能转，就能造成破坏。但蜜獾的锁被换掉了，你没听错，就是换了那把锁。你先别觉得太抽象，这不是比喻，是真实发生的事儿。蜜獾在进化过程中，这个受体的形状发生了突变，变了一个关键部位。蛇毒那把钥匙插进去，插是能插，但转不动，神经毒素跟受体配不上，就没法触发让肌肉瘫痪的流程。结果毒素进来了，但该发生的事没发生。你说这个机制精不精准？你看，这个机制非常精准，不是靠蛮力硬撑，不是皮比较厚，所以毒渗不进去，是从根本上让那把钥匙失效了。你知道吗？这个突变不是蜜獾独有的。科学家在好几种跟毒蛇长期打交道的动物身上都发现了类似的受体变异，这是不同物种在极端压力下走到了同一条进化路线，只不过蜜獾这个版本进化的比较彻底，效果也更突出。你说同一套解决方案被不同物种各自独立进化出来，这是巧合还是必然？不过有一点你必须知道，蜜獾不是百毒不侵。你可能也见过那些把蜜獾说成百毒不侵的视频，但这话说清楚很重要。网上那些说法经常往夸张的方向走，事实是有限度的。你可以理解为，它主要对抗的是一类叫说神经毒素的物质，也就是眼镜蛇这类蛇常用的那种毒。但如果碰上毒性机制不同的蛇种，或者蛇的体型大，毒液量特别足，蜜獾还是会受到严重影响，风险还是存在的。所以那个被咬倒20分钟再爬起来的场景，你怎么理解都行，但不能理解成毒对它完全没有用。更准确的说法是，在它能抵抗的范围内，毒素让它昏厥了，但没能彻底击垮它。等毒性消退，它恢复了，这是有边界的。你把这个边界记住。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突变是怎么在进化里留下来的？不是哪一代蜜獾主动决定要变的，是一个偶然的基因变异，让某只蜜獾被蛇咬了之后，比同伴多活了一段时间，然后它活下去，繁殖了，这个变异就传了下去，一代代传，一代代强化，慢慢刻进了整个物种的基因里。你停下来想一想这个过程，几十万年里被蛇咬死的蜜獾不知道有多少，他们把每一次失败的基因组合筛掉，把每一次有效的变异留了下来，才慢慢走到了今天这个结果。这是进化在极端压力下写出来的答案，写得非常贵。你想，那些在某次遭遇里没撑过来的蜜獾，也都是这个答案里的一部分。顺带一说，你知道蜜獾不光能抗蛇毒，它还能直接扑进蜂巢里吃蜂蜜，身上爬满蜜蜂，被上百只蜂同时蛰，它也没有倒下。蜂毒跟蛇毒不是同一套机制，但厚实松弛的皮肤让大部分蜂针根本刺不透，偶尔刺进去的那几针对它来说就是个小刺激，不够用。你说这皮肤是个什么概念？蜜蜂都拿它没辙，你再看看你自己被蜂蛰一下是什么感受？这差距让人有点哭笑不得。但如果遇上的不是毒蛇，是一头直接上嘴咬的大型猛兽呢？抗毒基因管不到这里，这时候靠的是什么？你以为蜜獾的底气全靠抗毒？那还差一样东西，而且这样东西可能比抗毒更让捕食者发疯，那就是它的皮。先给你看一个数字，蜜獾颈部的皮肤厚度大约是6毫米。你可能觉得没什么概念，给你比较一下，水牛的体重超过600公斤，是蜜獾的几10倍，但水牛颈部的皮肤比蜜獾还薄。你说这是什么情况？一个9公斤的小动物，皮比好几百公斤的水牛还厚，这不太对劲。
但光后还不是最离谱的。最离谱的是，它的皮肤非常松弛。你可以这样理解，普通动物的皮肤和肌肉之间连接的比较紧，皮肤贴着肌肉走，你抓住皮就等于抓住了整个身体。但蜜獾不一样，它的皮肤和底下的肌肉之间连接很少，两层是分开的，皮在外面，肉在里面，中间有相当大的活动余量。你来想象一下这个场面，豹子追上了蜜獾，扑过来，咬住了它的脖子，以为这下制住了，但蜜獾在皮肤里转身了。豹子咬住的只是外层的皮，蜜獾的肌肉和骨骼在里头完好无损。它在皮里活动，转过头来对着豹子的脸就咬，专门找眼睛、鼻孔、嘴唇这些软的地方下口。你感受一下豹子这时候的处境，已经咬住了，以为大局已定，结果被咬的那个东西在它嘴里转了个方向，开始咬它自己。这种情况换你是豹子，你还撑得住吗？有点像你抓住了一只装在宽松袋子里的动物，你以为袋子抓住了就等于动物抓住了，但那只动物在袋子里掉了个头，现在冲着你的手来了，你能怎么办？这个设计聪明就聪明在，它是纯被动的，不需要蜜獾做什么特别的事儿，就是那层松皮自带的功能。被咬住的瞬间就已经有了转身反击的空间。任何想用咬脖子来制服它的动物，到头来都会发现，这招在它身上行不通。还有一个你可能没想到的细节，蛇在咬住猎物的时候，除了注毒之外，也需要靠咬合来固定位置，这样毒液才能稳定的注入。但蜜獾那层松皮让蛇很难咬实，咬住了但位置不稳，注毒的效率跟着打了折扣。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蜜獾被咬的量没有想象中那么足，皮肤在物理层面同时帮它化解了一部分。你说这层皮是一道防线还是两道？所以你看，这层皮是个双重防线，物理上让捕食者没法有效制住它，生理上又配合着抗毒能力，一起压低了蛇毒的实际效果。厚、松、韧三个特点叠在一起，就变成了一套几乎让人束手无策的被动防御。你把这两张底牌放在一起，抗毒基因加上这层松皮，就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动物在吃过一次亏之后，往后见到蜜獾都绕道走了。但你可能还有个问题，毒蛇咬不死它，行，这说得通了。那如果碰上的不是毒蛇，而是一头狮子呢？狮子没有毒，皮肤的松弛能帮到它，但狮子的力气和体重摆在那里，蜜獾才9公斤。这场对抗是怎么收场的？先把话给你说清楚，狮子可以杀死蜜獾，这一点不用怀疑，体重差距就在那儿。狮子几百公斤，蜜獾最多9公斤。如果真要用蛮力把蜜獾踩死，狮子有这个能力，但你去翻野外的真实记录，会发现一件让人觉得有点好笑的事儿。不少记录里先走开的不是蜜獾，是狮子。这是怎么回事？你来还原一下现场。狮子发现了蜜獾，可能是出于好奇，也可能是闲着无聊，扑过来叼住了它的脖子。你以为接下来蜜獾会拼命挣扎求饶？不，它往回咬了狮子一口，就是这么干的。被叼住了，在皮肤里转身，然后咬。你想想，这需要多大的胆？你可能会想，蜜獾那么小，咬狮子能咬到哪里去？能造成什么伤害？这个问题问得好，关键就在这里。蜜獾不跟狮子硬碰硬，它咬的是软的地方。你猜它往哪儿咬？眼睛、鼻孔、耳朵、嘴唇，还有下体，就专门往这些没有保护的部位下口。你想一下这个场景，狮子叼着蜜獾，蜜獾反过来咬它的眼睛。狮子的本能反应是什么？是松口，是跳开，是甩头。因为眼睛这种东西不能冒险，受了伤就是受了伤，没法快速恢复。对狮子来说，受伤的后果非常严重。野外的狮子靠狩猎为生，你想想，眼睛或爪子受了伤，下一次捕猎的成功率立刻下降。
可能饿好几天，甚至影响更长时间。为了吃一只9公斤的蜜獾，冒着眼睛受伤的风险，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你说狮子怎么样？走了，不是因为他怕蜜獾，也不是因为他打不过，而是因为他算了一笔账。这顿饭的代价太高了，不值得。这是蜜獾策略最精妙的地方。他的目标从来不是打赢，而是让对方觉得继续打下去没有意义。只要让捕食者认为吃掉他要付出的代价大于得到的收益，蜜獾就赢了，不管体型差距有多大。你看这套逻辑其实很冷静，一点都不靠蛮力。蜜獾是非洲体型最小的猛兽之一，它没法跑赢豹子，也没法跟狮子比力气，但它有一套让大型动物算不过来账的方法，靠的是那层松皮给它的转身空间，靠的是咬软组织的准确性，以及完全不把自身处境当一回事的那股狠劲。你说这算不算一种聪明？当然，狮子也不是每次都会放弃，真的下狠手的时候，蜜獾也会吃亏。你不能把它当成无敌来看，但你想想，能让这么多体型是它几10倍的捕食者打过一次就觉得不想再打第二次，这本身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你去整个动物界找，还有哪种9公斤的动物能做到这件事？你想想，蜜獾这一整套生存方式，把物理防御、化学防御、行为策略全揉在一起，而且每一样都不是单独发展出来的，是互相配合的系统。比如松皮，帮它在被咬的时候转身反咬，同时也让蛇咬住之后没法稳定注毒。抗毒基因负责把已经进入的毒素控制在不致命的范围里。两道防线互补，缺了哪个都撑不了这么久。但它还有另一面，一面跟这种悍不畏死完全不同的，甚至有点让人忍不住笑出来。说到让人忍不住笑，再来跟你说说响蜜锭这件事。响蜜柏是非洲的一种鸟，不大，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但你知道它有个相当奇特的食物偏好吗？它爱吃蜂蜡。不是蜂蜜，不是蜂蛹，是蜂蜡，那种很难消化，一般动物根本处理不了的东西。你要是听到这里觉得好奇怪，那说明你的感受是对的，确实不太正常。但你说爱吃有什么用？蜂巢那东西打不开啊！你想想，一只小鸟扑上去啃，先不说蜂群的反击，光是蜂巢的外壁，那东西就不是一张细嘴能搞定的，咬不破进不去，里头的蜂蜡再好也够不着。所以响蜜锭进化出了一个相当奇特的解决方案。它去找蜜獾，你没看错，这鸟主动去找蜜獾。响蜜发发出一种专门的叫声，引起蜜獾的注意，然后往蜂巢的方向飞，一边飞一边叫，就是在说跟我来，好东西在那边。蜜獾跟着走，找到蜂巢，用爪子把外壁撕开，把蜂蜜和蜂蛹吃完，留下一堆蜂蜡和残余。响蜜锭这时候才进场，把剩下的蜂蜡全部吃干净，皆大欢喜。你说这顿饭分得公不公平？各取所需，没有一方吃亏。你说这事奇不奇怪？不是蜜獾主动找鸟，是鸟儿主动找蜜獾，而且鸟儿给蜜獾带路，这个流程是固定的。有研究者长期观察记录过，不是偶发性的，双方都进化出了配合对方的本能。最有意思的是，你去看这个分工的合理性。响蜜锭负责的是信息，它知道蜂巢在哪儿，但它打不开。蜜獾负责的是破门，它有厚皮，有爪子，不怕蜂群，但它不一定能找到每一个蜂巢。两方各自有对方缺的那样东西，合作才有意义。这才是这段关系能稳定存在这么久的原因。你想想，这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形成？鸟和蜜獾之间要建立起某种默契，鸟要发信号，蜜獾愿意跟，双方要各自记住这套流程。鸟知道叫了蜜獾会来，蜜獾知道跟着这种叫声走，有东西吃。两件事缺一条，这段关系就建不起来。而且两边都不是靠后天学会的，
是进化刻进去的。你说这需要多少代才能磨合出来？你知道，科学上把这叫互利共生，双方都得到好处，没有谁亏了。这种关系在自然界不稀奇，但像小蜜蒂和蜜獾这样，靠主动的声音信号来触发合作，分工这么明确的，你去查一查，能找到的案例真的不多。你说这个配合程度服不服气？这段关系叫什么好呢？合伙开团，各取所需，而且这个合伙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不是临时起意。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者发现，这种合作在非洲东部和南部都有记录，不是某一个地区的特例，说明这套默契已经在蜜獾和小蜜蒂的种群之间相当稳定的存在了。你去想想，这需要多少代的磨合？鸟要进化出发信号，找蜜獾的本能；蜜獾要进化出跟着这种鸟走的倾向。两条进化路线同时走对了方向，才能形成今天你看到的这段关系。从悍不畏死的跟毒蛇打架，到跟一只鸟达成了合作协议，你会发现蜜獾有点难定义。它不只是一块会动的铠甲，它还有在自己的生态位里找到办法的能力。而说到脑子，这就让人想到另一件事了，一件更直接说明它有多聪明的事，一件让动物园头疼了好几年的事。南非有一只叫 Staff 的蜜獾，是保育中心收养的，住在一个有围栏的区域里。你以为它就这么安稳住着？不，它的主要工作就是逃跑，而且在这件事上表现得相当有创意。工作人员第一次发现 Staff 出了围栏，填了洞，加高了围栏。你要是工作人员，大概也觉得这次稳了。你猜结果怎样？没多久 Staff 又出去了，这次没挖洞，工作人员到处找，后来发现围栏边上有一根木棍， Staff 把那根木棍搭在围栏内壁上，踩着爬出去的。你说这算什么？这是在使用工具逃跑。他想到了借助外物来解决高度问题。工作人员把围栏附近所有能用的东西全清走了，枝条、石块、泥巴全部清理干净，再没有可以利用的材料了。你以为这下行了？ Staff 停了一阵，然后又出去了。你猜他这次怎么干？工作人员反复检查才发现 Staff 在挖土，把挖出来的泥土堆在围栏内侧，慢慢堆成一个小坡，踩着自己堆的土坡爬出去了。没有外部材料，他就自己制造材料。你说这个思路是不是有点工程师的逻辑？你知道这件事被 BBC 拍成了纪录片，叫《蜜獾混乱大师》，这名字取得相当准。纪录片里还记录了几次更让人目瞪口呆的操作。有一次 Staff 被关进一个光滑内壁的新围栏，工作人员以为这次万无一失，因为光滑内壁没有着力点，根本爬不上去。你要是我，大概也觉得这次稳了。结果 Staff 找到了围栏里一棵小树，推倒，把树干横在地上，用作支撑台，踩着爬出去了。你来想想，这需要几步？发现能用的东西，判断怎么用，推倒、定位、踩上去，出去，一步不能错。还有一次，他找来一块石头，推着石头移到围栏边，站在石头上跳了出去。你看，每次出逃的方法都不一样，你来数一下他用到的能力，找到合适的工具，判断工具能怎么用，把工具搬运到合适的位置，把不同步骤组合起来，完成目标。你说这是随机摸索？不是，这是有计划的行动，每一步都指向同一个目的。出去，这种因果推理和工具使用能力，在动物界不是随便就有的，是智识比较高的物种才具备的。能使用工具的动物名单里有黑猩猩、海豚、乌鸦、章鱼，能上这个名单的都不简单，蜜獾也在其中。工作人员后来怎么办呢？把 Staff 关进了一个几乎空无一物、内壁光滑、高度充足的特制围栏，
还专门配了人手盯着，才算勉强把它关住了。你说这场较量是人赢了还是蜜獾赢了？挺难回答的。Stuff 的故事后来被广泛引用，成了讨论动物智力时经常提到的案例。它的每一次逃跑都展示了一种你在很多动物身上不容易看到的东西：面对障碍不绕走，也不放弃，分析能用什么，怎么用，然后一步步执行。这套思路在逻辑结构上跟人类面对挑战时的思维过程是相通的，只是规模小得多。从这一次次逃跑的记录里，你能看出来，蜜獾不是那种纯靠本能运作的动物，它会观察、规划、尝试，失败了就换思路，不死心。这跟它悍不畏死的那一面放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更完整的画像。蜜獾不只是靠硬扛活到今天，它还会用脑子，这才是真正让人觉得难对付的地方。其实啊，蜜獾的狂是几百万年的生存压力一点一点筛出来的结果。蜜獾生活的那片土地没有容错率，毒蛇遍地，大型捕食者随时在旁边转。一个稍微软一点的基因组合，可能就意味着这一支血脉到这里断掉了。能活下来的是那些在基因层面刚好走对了方向的个体，一代代筛选，一代代叠加，才有了你今天看到的这只蜜獾，皮厚、抗毒、悍不畏死。所以当你说它狂，这个狂不是性格，不是炫耀，是生存给出的唯一可行的答案。你说这个答案是不是有点沉？好，这期就到这儿。如果看完觉得还不错，点个赞支持一下。也欢迎把这期分享给你觉得会感兴趣的人。还没订阅的话，顺手订阅一下，我后面还会继续聊这类话题，订阅了才不会漏掉。咱们下期见。